抱歉，牙医，我的人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格雷修，再坚持一下，希望的曙光就在眼前了。不行了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就像我的画板一样。我好像看到画笔和颜料飘了起来，越飞越高，天上还有很多可爱的拟声兽，五颜六色的，笑得好开心。格雷修，振作点。马文也来了，他说画笔和画布已经进化了，能够自己画画了，让我放心的闭上眼。牙医，最后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，小薇他们就交给你了，他们都是很乖的孩子，肯定能够和牙医好好相处。格雷修，快醒醒！现在闭上眼睛的话，可就画不完喽。维塔，哎呀，看格雷修把自己关在画室里这么长时间，还以为我会是第一个上门探望的人呢。没想到牙医比我来得更早，我应该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菲塔，你刚刚把我脑海里的画面都吓跑了。是吗？真抱歉。不过对于大画家来说，灵感不是应该像苏打水里的气泡，总能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吗？又在说风凉话。如果不是你找来那么多内容缺失、顺序错乱的古画要我复原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可是格雷修不也对这些画很感兴趣吗？毕竟他们可是从博物馆遗迹里发现的，说不定记录着关于这个世界炮的重要信息。小一心他们还在等着无所不能的格雷修姐姐完成她的复原大作，你真的要让他们失望吗？他们才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对我失望。总之，我的灵感被你吓得离家出走了，在他回来之前，我什么都画不出来。哎呀，看来必须做点什么来激发格雷修的创作欲了。大画家，快醒醒！离和我约定的截稿日只剩下3个小时了哟。你一定是说错了，没有什么截稿，地球语言里没有这个词。好吧好吧，实在没有灵感的话，也可以给你宽限几天。在这期间，我们只好露露营、野野炊，欣赏风景，让可怜的格雷修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里赶稿了。不过别怕，我会定期来敲敲门，送些食物，看看稿子的情况。就算你再怎么用激将法，画不出来就是画不出来。是吗？那可就难办了。这样的话，等到我们完成了开发世界炮的全部工作，踏上归程的时候，格雷修还在一个人赶稿，空无一人的世界炮里，只有格雷修和他无人欣赏的画稿，即便想要倾诉也找不到对象，只能和自己的幻想朋友为伴。回家的路已经变得无法分辨，你就这样随着世界炮在量子之海中游荡，不知道要去往何方，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唉，光是想想就觉得好可怜呀。菲塔，你这家伙。维塔，哪怕是为了催稿，你这样说也有些过火了。如果你只会在这里说些风凉话，那我大概只能把你从画室请出去了。哎，别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嘛，我也是来帮助格雷修解决问题的。那么请先向格雷修道歉，这不是恳请，而是要求。哦，就是这个。格雷修，没关系，维塔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别担心，我没事。不过
那种颜色。牙医，刚刚的台词可以再说一次吗？向葛磊修道歉，这一句吗？是这个感觉没错，可是颜色比之前淡了很多。可以再靠近一点吗？拉住维塔的衣领试试看。没办法，为了葛磊修的作品顺利出炉，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一下吧。弱小、可怜又无助的我，在牙医手中任凭摆布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对吧？你们两位，可不要借这个机会公报私仇哦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牙医现在身上的颜色，就是那些画里缺失的部分。请再保持一下这个动作，我这就去把画板搬过来。看吧，过于热心的牙医女士，我确实帮了大忙，亲手制造出最符合葛磊修要求的模特。所以，这才是你的本意。你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我，来给葛磊修提供灵感。那倒没有，不如说，你的反应也在我的意料之外。毕竟，我只是进行了一些善意的调侃。难怪之前会卡在这里。这幅画的底色和我之前设想中的完全不一样，愤怒的深紫色和锐利的青蓝色碰撞。一方是看守着农场充满威严的守护者，另一方则是对农场发起挑战的入侵者，就像是漫画里的勇者和魔王。勇者和魔王？可是这些话记载的不应该是这个世界炮的历史吗？发挥一点想象力，说不定这只是对真实内容的影射呢。具体画了什么，就等葛磊修大画家来复原了。不过嘛，勇者的身份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。农场的魔王，我勇者维塔，今天站在这里向你发出挑战。一个人的作画肯定很难找到感觉吧？正义的维塔小姐愿意扮演勇者来帮帮你。牙医，葛磊修可是在眼巴巴等着你表演呢，你肯定不忍心让他失望吧？虽然维塔的颜色混入让人有些不悦，但这样的确能提供新的灵感。牙医，拜托了。很可惜，我没兴趣记住将死之人的名字。距离上一次说出这样的话，不，连上一次听到这种话都是多久之前了？原来如此，魔王有着不会后退的理由，所以这张图才会染上这样的色彩。牙医，谢谢你，一下子让我捕获了这种感觉。但葛磊修似乎真的找到了灵感，那就由着他吧。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。魔王应该还有其他台词才对。我能给予的仁慈仅止于此。没错，是这种感觉。还能再说点什么吗？狂风，臣服于我。帅！构图完成，勾线完成，上色完成，完稿。终于赶上了。恭喜交稿！那么补完的画稿我就带走了。葛磊修，大画家。哎呀，睡着了。为了在研究遗迹的间隙赶上和你约定的截稿日，葛磊修已经通宵作业了好几天。既然他顺利交稿，就别再打扰他了。不过，你确定这些是从博物馆遗迹里找到的历史画作？这个嘛，究竟是博物馆还是漫画店呢？反正都是废墟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果然，你找葛磊修修复这些画，
只是因为自己想看吧。既然已经顺利修复，这些细枝末节就别在意了。而且，这不是个很棒的故事吗？原来魔王是为了清理崩坏污染，才建立了远离城市的农场。真相揭示之后，魔王分享了自己的农场资源，与居民们和睦相处。但是最后掌控了城市的赢家，却是策划了这一切的幕后黑手，拿到大量魔王攻略经费的勇者。哼，这个勇者的色彩似乎有些意思啊。